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震撼心灵、充满力量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作家林奕含，太细腻而深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这本书不仅是林奕含的处女作，也是她的绝笔之作，因为在书籍出版后不久，她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面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部关于创伤、爱与救赎的文学作品，它通过一个少女的视角，揭示了性侵、权力不对等社会问题。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受害者的痛苦和挣扎，更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痛苦，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对于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会带来深刻的情感冲击，但同时，它也能激发我们内心的勇气和力量，促使我们更加关注和理解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崩塌，你该如何重新站起来？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有些沉重，但它正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作家玛雅·安吉洛·玛雅·安哲路的一句话：你可能遭遇许多失败，但你不应被打败。这句话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第一部分：创伤与痛苦。房思琪的故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主人公房思琪的遭遇为主线，讲述了她在青春期遭受性侵后的痛苦与挣扎。房思琪是一个热爱文学、充满梦想的少女，但她的世界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她试图通过文学和爱情来逃避现实，但最终却陷入了更深的绝望。林奕含通过房思琪的故事，揭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的复杂性。创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心理上的摧残。受害者常常会经历否认、愤怒、抑郁等情绪波动，甚至会对自己产生深深的羞耻感和自责感。这种心理创伤的复杂性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通过阅读房思琪的故事，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创伤对人的影响。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我们同情和关心那些遭受创伤的人，也能帮助我们自身在面对困境时找到应对的方法。正如书中所言，痛苦是真实的，但希望也是理解创伤，是走向治愈的第一步。在书中，房思琪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是收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这段话深刻地表达了房思琪内心的绝望和孤独，也让我们看到了创伤对一个人自我认知的摧毁性影响。第二部分：爱与救赎，寻找光明。尽管房思琪的故事充满了痛苦和绝望，但书中也展现了爱与救赎的力量。房思琪的朋友们，以及那些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善良的人们，成为了她黑暗世界中的一丝光明。他们试图帮助她走出阴影，尽管过程艰难，但他们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创伤恢复的重要因素。朋友、家人以及社会的支持，可以帮助受害者重建自我价值感，找到生活的意义。林奕含通过书中人物的关系，展现了这种社会支持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倾听和理解，来帮助那些遭受创伤的人。这种支持不仅能缓解他们的痛苦，也能增强他们的恢复力。正如书中所言，爱是理解的别名。通过爱与理解，我们可以帮助他人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书中有一段描述了房思琪的朋友依婷对她的支持。依婷知道思琪的孤独，她也知道思琪的骄傲。她决定要做思琪的桥梁，让她知道有人在乎她，有人愿意陪她走下去。这段话不仅展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让我们看到了爱与救赎的力量。第三部分：社会与责任，反思与行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个人创伤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林奕含通过这本书，揭示了性侵、权力不对等社会问题，呼吁社会对这些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社会学理论指出，社会问题往往是结构性的，需要通过制度和文化变革来解决。林奕含通过书中人物的经历，揭示了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和误解，以及权力不对等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作为读者，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变革。首先，我们需要打破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我们需要推动法律和政策的变革，保障受害者的权益。最后，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性侵问题的认识，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书中有一段描述了房思琪对社会的控诉：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自己都觉得是自己的错。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也提醒我们反思和改进。
通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少女的悲剧命运，更看到了整个社会的病态和冷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痛苦和绝望，更激发了我们内心的勇气和力量，促使我们思考和行动。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去感受其中的痛苦与希望，去思考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责任和行动。阅读这本书不仅是对作者林奕含的致敬，更是对我们自身心灵的洗礼。正如书中所言，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让我们从这本书开始，书写一个更加理解、关爱和正义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努力，为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相信，爱与希望永远不会被黑暗吞噬。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本让人心痛的书，但同时也是一本充满力量和希望的书。它提醒我们，痛苦是真实的，但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光明，去照亮那些黑暗的角落。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这本书能带给你们深刻的思考和感悟。让我们一起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